全世界金融市场由于人民币的波动，引发了一系列的大地震。那么我们看到了上海股市出现了2次熔断，全世界各国股市其实也是一片惨淡呐，可以说是血雨腥风。应该说啊，这是一代人中间这个每年一开局跌得最惨的一年。近日，围绕人民币汇率上演了一出跌宕起伏的多空大战，人民币汇率升价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牵扯着万千中国人的心弦。为了保卫人民币，央妈采用了多种手段打击恶意空头炒家。这场对抗注定是一场艰苦与坚持不懈的货币战争。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上，我们该如何捍卫人民币的汇率定价权？如何保障中国经济改革红利不会被国际资本大轮掠夺？那么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了，人民币的汇率波动怎么会引发全球这么大的震荡？而且这不是第一次这是第2次，第1次是在去年8月份。那么这个事情我觉得说明了3点问题。第一点就是人民币汇率已经成了全球第2重要的指标第一个是谁？当然是美联储加息。那么也就是大家把人民币汇率跟中国经济绑定在一起就觉得只要人民币下跌，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出问题，它形成了这么一种本能的自发的反应，所以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才会引发这么大的震撼。第2点说明货币战争的冲击力已经超过了真正的战争，因为今年以来全世界到处都在出事儿。我们看到沙特和伊朗绝交了，我们看到这个叙利亚内战还在持续不断呢，很多国家都还在打仗，而那些战争居然对全球金融市场都没有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而人民币汇率波动却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冲击。第3点说明现在全世界的金融市场不是处在所谓的新常态之下，而是处在我称之为新病态之下。为什么病态？还是刚才我说到的过度也就是病态般的过度关注人民币汇率，把这个事情跟中国的经济直接挂钩扯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种病态的解读。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道理很简单比如说这个汇率波动其实是任何一个国家正常的一个自然现象你比如说欧元、日元，包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个货币，在过去1年半以来都曾经出现对美元的大幅贬值，对吧？你欧元贬了20%多，日元贬了10%几加元和澳元基本上快贬到30%。这么巨大的震荡，没有任何人说这些国家的经济马上就不行了，货币马上要出大问题，没有吧？人家认为这是正常的。人民币一贬，马上大家就揪住不放这个是一个病态的表现。另外呢，你要从 GDP 数字来看也一样。中国的现在的问题是，美元它也是一个冷热循环的一个过程。上一次美元热环流开始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开始印钞票也就是量化宽松。那么我在前几期节目中其实提到过这个问题。量化宽松怎么实行就是美联储印钞票到市场中去收美国国债。假如你是个对冲基金，你手上以前是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现在美联储要进行货币增发，它实际上是用钞票去换你手上的国债，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膨胀，同时你获得大量美元的现金。好，这个是量化宽松，它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手上现金多了现金多不好吗？当然不好，因为我是个对冲基金，我是从别人那儿借钱，是帮别人赚钱的，我要进行投资理财以前我持有美国国债，因为那有利息收入嘛。但是现在好，国债被美联储拿走了，我现在手上拿了一大堆现金，这个东西没有回报所以我就很着急。我着急什么？我就着急要把这个钱投出去。注意我刚才说了，海洋的环流系统主要的动力是海水之间的密度差，而美元环流主要动力是什么？是投资回报率之差。他如果在美国找来找去找不到很好的投资机会2%的回报率太低，那么在中国或者在新兴市场国家那个地方8%、10%，那我为什么钱要待在美国？我一定会想办法把钱给投到这些国家去。这就是这些对冲基金或者这些金融机构会把钱以很低的利率在新兴市场国家说，你们谁要美元，我把钱借给你们。而这些国家呢，以前经济发展是缺乏资金的，所以利率是比较高。现在一看，哇塞，美国铺天盖地的把美元就送过来了，而且利率1%，好家伙，或者接近0成本，
那为什么不借啊？所以很多企业公司就开始大量的借美元。借了美元之后，当然这个钱并不能直接在他本国花了，怎么办？他必须要首先换成本币。在新市场国家里面，要么你是强制的结汇，你把这个外汇卖给中央银行，形成央行的外汇储备；要么中央银行迫于要控制本币升值这种压力，它也会大量购买外汇才能压得住，要不然出口就会受到严重的冲击。这样的话，随着美元热钱这个大规模的流入啊，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这些国家的美元的负债，特别是公司的美元负债大幅度的上升。同时，各国家的央行，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啊，主动还是被动，都会大规模的释放本币，本币超发，每个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大量货币出来之后，会导致什么？会导致资产价格猛涨啊。比如说土地价格飞涨，以前你如果买房子是2万1平米，你200万可以买一套房子，你可以借150万就可以搬进新家。现在呢，2、3年之内房价翻了1倍，4万块钱1平米，你得花400万才能买下一套房子。那个时候你得借加1倍的钱，300万才能够买下这套房子。这就问题就出来了，资产价格上涨的同时，你的负债从150万跳升到300万了，而你的收入呢，不可能倍增，所以你就会出现负债率上涨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扩散到整个经济体，你会发现新市场国家乃至于全球吧，美元流入这个热环流过来形成之后，都会出现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什么呢？资产价格上涨，同时负债率会上涨，全国的总的负债、政府债、公司债、个人债等等加在一起，除以你的 GDP， 这个叫你的总的负债率会不断的上涨。比如说现在就达到了286%，全球平均水平，接近于3倍于你的经济产出啊。那么这个问题啊，就会变得越来越尖锐，因为你还本付息主要是靠实体经济产生的现金流，而你3倍于自己实体经济产出的这么大的负债，会使你产生现金流的负担会越来越大。好，这个过程到什么时候达到了一个极限？就是2014年的7月，整个美元的热环流温度达到了顶峰，最高峰。那么这个时候，全世界的这个所有新兴国家，包括其他的国家，都面对一个重大的一个拐点，就是这个时候美国要开始拧上阀门了啊！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2014年10月，美国宣布停止量化宽松，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把那个热水管道给你关上了，你这个屋里的地暖和美元环流的温度会下降，天然就会下降。由于没有新增美元供应，现存美元的这个存量就会变得越来越稀缺啊！因为大家开始冷却了。你想想看，我们借了这么多美元的债务，这个资产价格是浮动，但是负债是刚性的，我每个月都要还美元的这个负债的本息，而且必须要用美元还。以前在市场中很容易找到新增的美元，我可以很方便的还本付息。现在他把那边阀门一拧上，你让我上哪儿去找新增美元？找不到的话，我就需要跟别人去竞争美元啊。别人也有这个问题，我也有这个问题，我们俩都抢美元，然后来还本付息。这么一抢，美元会自动升值。好，美元出现了升值这个趋势之后，就会使很多的这些有美元负债的这些企业变得更加心慌，因为它借美元成本很低啊。以前只考虑到美元的利息，而忽略了汇率反弹的风险。现在呢，美元汇率开始往上抬升，这些企业就有点着急啊，因为大家一抢美元，发现越来越难找，它就只有加速偿还美元。这样呢一来，就会使得美元升值会变得更加迅猛，这个势头就会更加强烈。最终，整个社会的很多其他人一看，好家伙，美元升值这么快，本币在下降，对吧？因为大家都抢美元抛本币，那就会诱发更大规模的人去把本币换成美元，这就会使整个外汇储备缩水，资本外流加速，本币对美元的贬值进行恶性循环。所以美元相对于人民币升值，跟美国实体经济本身的好和坏是没有关系的。美国经济增长2%，美元会变得稀缺，美元会升值，对吧？美国经济负增长2%，美元同样稀缺，它还是会升值。这个美元对人民币升值不是由于美国实体经济如何，而是由于这是美元环流体系，这是这个货币制度所造成的必然的后果。
就是美元负债太高。当你这个停止美元供应的时候，美元的负债是 hold 不住的，hold 不住，大家都会去抢美元现金去还这个债务。关键是在2014年的7月，在这个顶点的时候，全球到底欠了多少美元债务？9.8万亿美元。这是在2014年9月，国际清算银行披露这个数据，其中新兴市场国家欠了5.8万亿美元，这是个天文数字啊！以前历来你不会看到这么大规模的负债，尤其是负债和 GDP 的比值没有这么高。其中中国，我们的企业也借了很多大量的美元债务，我们借了多少？总值是1.4万亿美元。我们以前把人民币国际化想象成人民币出去的越多越好啊，出去的越多，我们在国际市场上占的交易量越大，储备这个规模越大，这个份额越大，我们就好像这个事情做得很好。通过香港这件事情，我们已经看到这中间还是有潜在的风险。如果在人民币大规模流到海外市场的情况之下，中央银行对人民币的这个流动性是紧还是松，你的控制力是下降的。假如在伦敦或者在纽约，人家不配合你怎么办？中资机构在那儿是小头，人家的摩根大通比你大得多，或者其他的银行比你这要有实力的多。你想去围剿别人，结果被人家反围剿，怎么办？这就涉及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外汇定价权有可能会逐渐转移到海外。这个问题是需要我们深思的，必须要提前想到这一点。那么结合美国它这个美元国际化的经验，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美国不是只推美元在国际储备中所占的份额，它是金融体系包括金融的机构全面跟进，首先在全世界完成了布局，美元才走出去的，这样才有人保驾护航啊。这一点是我们从香港这次汇率保卫战中要能够看到，未来如果出现类似情况，规模更大，在海外其他的城市，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啊？至少是防微杜渐，事先要做预案。那么第二个值得注意的这个一点，就是人民币未来汇率改革的这个方向啊，这个路径该怎么选择？在我看来呢，无非有3种啊。第一种呢是保守型。什么叫保守型？如果我们把人民币现在汇率改革的方向形象的做一个比喻，我们是在坐的美元这个跑车上，另外一辆是一篮子汇率的跑车，2个跑车都在以高速向前行驶。中国现在想做的事情，汇率改革的基本想法是从这个车跳到那个车，这是个跳车思路。保守型就是说，哎呀，我们跳了2次都产生这么大动荡，我们是不是就不跳了？我们继续跟美元坐在一个战车里得了，哎，这样安全，跟美元继续绑定，死死绑定，一直绑。那么这个思路啊，肯定是有比较大的问题，你就舍不得短痛，所以未来等待你是长痛。为什么这么说呢？美元在未来一段时间内，1-2年之内，它会不断的强化，越来越强。好，你人民币如果跟它绑死之后，你就会被它拖着往上走，啊，然后相对于其他货币会越来越高。这个时候，你的进出口贸易和整个经济会受到这个越来越严重的干扰，啊，这就是长痛。所以这条路啊，是既没有必要，最后也不容易实现的。第二个选择呢，就是激进和冒险型的跳车啊，不管情况怎么样，我干脆就直接蹦到一篮子货币那个跑车上去得了，是吧？直接跟美元脱钩。可能有人会认为这叫长痛不如短痛，我一次到位，人民币出现一次性的贬值1:7，好了，到这儿截止，然后在这个价位上我就死守，这样的话我可能损失更小，我可能能够把这个汇率守得更严啊，然后我可以向全世界表示我坚强的决心，这是这样的一个思路。这个思路对吗？表面上听起来很有道理，实际上你要分析，问题还是很大的。为什么说它问题大呢？首先，你这么做的后果是你丧失了货币政策的任何信心，没有人再相信你了。为什么？你明明声称我要保持汇率稳定，好家伙，冷不丁的一下子贬值了1:7，所有人都会被你震撼。这种震撼结果是什么？你以后说什么我都不信了。你贬到7，你就能守住吗？不一定，对吧？你跟一篮子货币能挂住吗？不一定。而你那时候进行汇率防卫战的时候，弹药就得2倍支出、3倍支出，因为大家对你没有信任感，所以你会成倍的付出代价。这就是你既没有避免短痛，同时还导致了未来的长痛，什么也没避免。
第三种选择，我认为是一种谨慎的平稳过渡选择。这种选择的基本思路，形象来说，就是在两个跑车之间搭上一块木板，对吧？我一头盯紧美元，一头盯紧一篮子货币。为什么要这样做？进退有余啊，控制风险。我在这个板上走2步，然后再倒退1步，走3步，再倒退2步。我要让市场反复的接受我这个意念，我的目的就是要过渡到一个合理的汇率这样的一个市场化的机制之下。所以你们要理解我，所以我在这个板子上进进退退的，让市场有个充分的接受的过程。同时，我要等待时机呀。什么叫等待时机？如果美元涨势很猛，相对于其他货币特别强势，我这个步伐一定要放慢，我走得慢，我跟美元绑定的更紧一些。但是当美元贬值的时候，我可以一溜小跑，迅速完成这个并轨工作。美元有可能贬值吗？当然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看多美元，所以大家是坐到了船的一边，所有人都挤到船的一边。这个船还能稳定吗？这是很悬的。另外，美国政府能不能允许美元长期的这么狂涨？我认为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什么呢？美元涨势太猛，如果再保持2014年、15年这种涨法，好家伙，美国金融市场会出大问题。为什么？如果我们看美国的这个蓝筹股 S&P 的这个500这种公司，大部分公司都有海外业务，而且主要盈利是在海外。如果美元今年对别人涨20%，明年再涨20%，后年再涨20%，这些海外赚外币的公司就惨了。它一报表，好，这个因为它在美国上市嘛，一折算利润，好家伙，20%没了，第2年40%没了，第3年60%没了，那它这股票还要不要上涨啊？不要忘记，美国是个富人说了算的国家，所有富人的身家财富全在股票和金融市场上。你要这么玩，那我们这些人怎么混？所以，政府是不会容忍美元持续不断的这么大幅上涨的。当然了，除此之外还有美国的出口行业啊，美国出口行业架不住你连年这么10%-20%的上涨，那我这个东西还卖不卖？这会影响就业啊。几种因素导致了美元在某个时刻将会出现下滑，下滑的时刻，这是完成汇率改革的最佳时间。也就是你不要顶风去做，当风顺过来，美元出现贬值了，汇率改革可以很快到位，这个时候就不会对市场产生太大的影响。这就是3种选择。当然了，即便是我们完成了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啊，我们最终到位了，进入了那个货币篮子，跟它绑在一起了，这只是解决了战术问题，缓解了人民币汇率压力而已。长远问题是什么？战略问题是什么？战略问题是美元环流主导世界经济，这是一个本质问题。这一点不改变，我们总体的形势就没有得到彻底根本性的改变。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在谈论资本外流，包括外汇储备下降在我看来，很大的这些资本外流就是由于这些企业现在越来越担心美元升值加速，它的财务成本会暴涨，以前忽略了汇率反弹、强烈反弹这种因素，所以没有做好对冲。现在怎么办？赶紧去抢美元，加速去偿还美元债务。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外汇储备中流出去的钱，有很多钱是加速偿还债务。那么现在我们的基本情况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这个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央行外储备吧，现在大概是3.3万亿美元。那么中国的企业所借贷的美元债务最高峰是2014年9月达到了1.4万亿美元。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由于1年半以来大量资本外流，我觉得这些企业偿还的这个债务大概已经超过了他们负债的一半，也就是恐怕已经还剩7-8千亿这个美元的债务还没有清偿所以如果等这波清偿的过程全部排空了，这个问题就应该理论上来说就应该停止了，没有什么好恐慌的了。所以我们现在的3.3万亿美元，如果再减去7-8千亿还没有偿还的这些美元债务的话，剩下的钱应该远远在2万亿美元以上也可以说2万亿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底线。所以在2万亿美元这样的一个储备的线之上，那么我觉得该跑的钱已经应该跑得差不多了，特别是企业必须要提前还债那些刚性的需要流出的钱肯定已经跑光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整个局面应该趋于稳定应该是没有什么可恐慌的。不要忘了，中国其实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这个优势就是
随着人民币对美元的适度贬值，中国的出口再重新获得能量，所以我们看到12月份的进出口这个数字开始大幅度的好转。那么我们现在到底进出口贸易是个什么情况呢？其实中国一直都是顺差，一直都在赚美元，一年能赚多少美元？如果我们把进出口贸易的顺差再加上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两者相加的话，中国一年这种流入了美元应该达到5、6千亿美元之多。所以在我看来，这个应该是一个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一个局面。2万亿的储备作为一个底是非常稳定的，再加上每年挣个5、6千亿美元回来，那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在我看来，很大的这些资本外流，就是由于这些企业现在越来越担心美元升值加速，它的财务成本会暴涨。以前忽略了汇率反弹、强烈反弹这种因素，所以没有做好对冲。现在怎么办？赶紧去抢美元，加速去偿还美元债务。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外汇储备中流出去的钱，有很多钱是加速偿还债务。那么现在我们的基本情况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这个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央行外储备吧，现在大概是3.3万亿美元。那么中国的企业所借贷的美元债务最高峰是2014年9月达到了1.4万亿美元。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由于1年半以来大量资本外流，我觉得这些企业偿还的这个债务大概已经超过了他们负债的一半，也就是恐怕已经还剩7、8千亿这个美元的债务还没有清偿所以如果等这波清偿的过程全部排空了，这个问题就应该理论上来说就应该停止了，没有什么好恐慌的了。所以我们现在的3.3万亿美元，如果再减去7、8千亿还没有偿还的这些美元债务的话，剩下的钱应该远远在2万亿美元以上也可以说2万亿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底线。所以在2万亿美元这样的一个储备的线之上，那么我觉得该跑的钱应该跑得差不多了，特别是企业必须要提前还债那些刚性的需要流出的钱肯定已经跑光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整个局面应该趋于稳定应该是没有什么可恐慌的。不要忘了，中国其实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这个优势就是随着人民币对美元的适度贬值，中国的出口再重新获得能量。所以我们看到12月份的进出口这个数字开始大幅度的好转。那么我们现在到底进出口贸易是个什么情况呢？其实中国一直都是顺差，一直都在赚美元，一年能赚多少美元？如果我们把进出口贸易的顺差再加上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两者相加的话，中国一年这种流入了美元应该达到5、6千亿美元之多。所以在我看来，这个应该是一个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一个局面。2万亿的储备作为一个底是非常稳定的，再加上每年挣个5、6千亿美元回来，那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这就是由于中国家底儿厚，它会带来这样效果。当然，俄罗斯和其他新市场国家就不一定了。你像俄罗斯，货币贬值50%，你的制造业应该获得动力吧？没有，它制造业反而收缩了2.5%，这就是由于它的出口的能力不行，国际竞争力不行。但这个情况在中国就完全不是这样。当你贬值，我的出口能力就会加强，我赚的外汇会更多。既然我们的外汇储备是稳定的，而且这个中国的经济基本面也是健康的，那为什么中国现在要调整汇率呢？主要原因是我们觉得吃亏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相对于美元贬值幅度很轻微，但是其他的货币，你像欧元对美元、澳元、加元、日元对美元都大幅贬值，这就导致了你跟美元挂上钩了。好，人家贬值比你幅度要深，那么相对于其他货币来说，人民币是在升值的，还不是一点点。人家跌个20%、30%，你就被迫跟着美元一起升，这样的话会导致你在进出口方面遭受到非常不利的竞争的态势你的东西变贵了嘛，这个会导致中国的出口行业面临全行业的这个危险，因为你的利润本来就很薄，这么大幅度的升值，你让我还怎么赚钱？如果我不赚钱的话，就业从哪来？这就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中国觉得不行，我不能再跟美元紧紧的挂钩了我应该去跟一篮子货币挂钩。所谓一篮子货币有哪些呢？美元当然是其中之一了，
欧元、日元啊，包括什么港币、英镑、澳元，这都是这一篮子货币的，也就是中国最主要做生意这些国家的货币，我们把它放在一个篮子里。我现在不想盯美元了，我盯这一篮子货币行不行？因为一篮子货币相对于美元可能是贬值的，所以我要盯它，我就跟着一起贬。这样的话，我的外部贸易条件没有发生变化，我出口竞争力就可以维持。香港一家就独占了全部的海外人民币存款的一半以上，有8900多亿人民币的存款。那么在国际贸易人民币结算中间呢，它占了70%，所以香港是人民币海外市场的最大头。由于你这两边的价格有这种差距，这就会引发全世界的金融秃鹫，这些对冲基金纷纷云集香港，准备在那儿大捞一笔呀。它怎么个捞法呢？很简单啊，有2种方式，一种叫跨境套利。这个跨境套利怎么做？我在香港用1美元换6.7块人民币，对吧？我把6.7块转到中国国内来，我在大陆用6.5块换回1美元。我不是还剩2毛钱吗？我就赚了。当然，我在刚才所说过程中忽略了交易成本，这点为了表示这个过程的简单，暂时忽略不计。这是第一种方式，跨境套利。第二种方式当然就是做空人民币。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人民币汇价是6.5，我估计它还会往下跌，怎么办呢？我就向这个一些银行机构去借钱，拆借。拆借完了6.5块之后，我在市场中把它卖掉，卖掉之后换回1美元。我准备等这个价位往下跌，跌到6.7的时候，我再出手用1美元换回6.7块，换回6.7块，我当时借钱是借6.5块啊，还给别人的钱加上利息，我自己还剩2毛钱。所以2种方式都可以挣钱，特别是在香港，它有很多金融衍生产品和杠杆工具，这种玩法可以加上10倍的杠杆，甚至有些人可以加上几十倍的杠杆。所以我一笔交易啊，这个6.5块，我挣的就不是说2毛钱，我可能挣2块钱，甚至这个更多。那我的投资回报率可能就是一把下来，我就可以赚30%、50%，甚至100%。这在天底下哪有这么好赚钱的买卖？这会吸引大量的人全部跑到香港来做这个事儿。所以大量的做这些人云集香港之后，这种行为，这叫做空人民币，因为我都是抛人民币换美元，对吧？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对人民币汇率形成强大的压力，所以我们看到香港那边离岸价对人民币就出现了这个比我们在岸价贬值要多得多啊，就形成了巨大的套利空间。关键是最严重的问题是这种离岸价差距越来越大。好，你这边是6.5，人家跌到6.7了，全中国的老百姓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会受到强烈的心理暗示：好家伙，未来人民币还会跌啊，那怎么办？我是不是赶紧换美元呢？如果说所有人都开始行动起来要换美元，那麻烦就大了，那外汇储备是就会出问题，这个问题就变得相当的复杂。哎，我们在1月初看到了很多银行出现了美元现金没有了，或者出现了很多问题，原因就在这儿。如果这个风头不马上制止的话，后续它的危险就会越来越大。这就引发出了一个最近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战例，就是1月11号的香港人民币保卫战。中国发现不能够再容忍香港这帮人这么做空了，怎么办？一定要坚决镇压呀！怎么去做这个事儿呢？好，不管我刚才说的2种交易哪一种，你手上必须要有人民币才能做这个套利或者做空，对吧？道理很简单，我让你得不到人民币，你这个游戏就玩不了了，甚至还会赔本啊！怎么做呢？1赌2抽啊，这个就是一个基本打法。怎么赌？就是我赌住大陆流向香港的人民币的这个渠道啊，我把它堵上，我让你这方形成货币稀缺，找不到人民币啊。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新闻中会说啊，中国的这个政府现在吊销了几个外资银行做跨境购汇和受汇的这样的一个业务的牌照，暂时先别做了，3月份以后再说吧。这什么意思呢？你想进行跨境之间的这个货币转移，对不起，我把这条路给你封死。第二，我们还看到有新闻说，中国现在正在严查虚假贸易啊，因为大量的合同可以作假，导致人民币可以流进流出。我现在把这条路也给你堵死，香港就成了一个没有货币流入的这么一个市场。然后呢，第二步我进行大规模的抽水，
很多市场人士分析啊，这是在央行授意之下，有些中资机构开始在市场中大量的抛售美元。抛售美元干嘛？当然是把人民币给收回来。收回人民币就会导致香港市场上紧缺人民币，找不着了，进入极度短缺状态。然后所有的中资的金融机构、中资银行全部都不再借人民币了啊！你要是找我借钱，对不起，我不借啊，或者我利率给你提得很高。这样的话就会导致香港出现人民币短缺和严重的人民币荒。这样的话，利率马上会大幅度的提升。什么利率？银行之间人民币的隔夜拆借利率、7天利率、14天利率都会大幅跳升。我们可以从这几天的数据可以看得很清楚。反击战之前，比如说1月8号吧，银行之间人民币隔夜拆借是4.04%。11号中国开始动手之后，马上隔夜拆借利率跳升到11.4%。好，12号这个利率到了多少？66.8%，隔夜拆借利率66.8%呀，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个天文数字。好家伙，这还不算最夸张的，它在盘中有一笔交易达到了98%利率啊！天哪，我看了这个数我就知道，香港这帮做空人民币人惨了，这帮金融秃鹰们可能真要秃头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就是因为他们做空人民币是有成本的，他的钱人民币是借来的。我借的时候，这个年化收益率是4.04%，对我来说这个利率很低，所以我敢于大量借贷人民币，然后给你加上20倍、30倍的杠杆，然后使劲做空。这个时候我准备是等人民币大幅下跌之后，然后我暴赚其钱，赚这个很多倍的钱。但是如果你把利率给我挑到了98%，天哪，这就因为我借贷成本立刻就疯涨。同时，由于中国的金融机构在香港大举的回收人民币流动性，使得那个地方人民币稀缺，所以汇率就会往上走。那也就是对于我来说，我是个投机商的话，我发现我方向看反了，我还借了20倍的杠杆，而且这个我借贷成本还在疯涨。哇塞，那立马我就有跳楼的这种想法，怎么办？赶紧割肉，赶紧解套。怎么解套？我就在市场中抛出美元换回人民币，马上还掉，要不然的话很可能死无葬身之地了。在这个过程中就会诱发整个市场中做空人民币人从空头一下变成多头，因为他们要抛美元抢人民币，所以人民币反弹就会非常的迅猛。这一进一出之间2天，基本上横扫了香港的所有的这种做空人民币这些基金。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死掉了，估计有一大批人现在正在抱头痛哭。我觉得这招是非常漂亮的一招，2天时间，立刻把这个做空人民币人全部干趴下了。这种思路我觉得就具有这明显的战争的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说这一仗打得很漂亮，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如果我们总结这次人民币汇率保卫战，我们会得到几点的这个重要的经验。第一，这个事情是发生在香港离岸人民币最大市场是在香港，香港金管局是全力配合这个中国这边的动作，这件事情才能成功。但是我们提出一个假设，未来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你国际化在海外流动人民币数量不是现在1-2万亿，而是10-20万亿，主战场不在香港，如果在纽约和伦敦，我们还能够这么做吗？还能够取得这种成效吗？这个问题是值得深思。就是以前在汇率改革之前中国的这个人民银行每天早上9点15分会公布一个中间价，但这个中间价是一个人为的或者我认为合适的价格，比如说6.2，我公布这个价格之后，整个市场就围着这个价格在一定幅度之内震荡。但是这个价格它并不见得是市场的一种倾向或供求关系来决定的，而是央行自己认为这个价格合适，所以它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现在一篮子货币相对于美元下沉，或者它们在贬值中国其实也想跟着人家一块儿贬值，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要动一下这个汇率形成机制。怎么个动法呢？我不再采取人民银行规定某一个中间价，而把这个中间价跟什么靠拢？跟昨天收盘的价格靠拢，我采取它作为一个主要定价标准。当然了，为了保留一点控制力，我还要参照另外一些因素，这就是中间价还有一点作用，但是主要跟昨天收盘价靠拢。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汇率是连续交易出来的，不是我拍脑门想出来的。这就是
所谓市场化的这么一小步。正是由于迈出了这小步，为什么去年8月我们看股票市场，看全球都出现了金融市场的大混乱，就是所有人都把这个信息解读成人民币想跟美元脱钩啊，你想贬值，所以你玩了这么一个小花招啊，其实不是。对中国来说，理论上来说，靠近一篮子货币跟一篮子货币挂钩，这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对的。关键是西方的这些媒体，包括这些国际投资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你就是想跟美元脱钩，你就是要贬值，而你贬值呢，说明你经济有问题，把这个东西绑得很死，这样的话就会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巨大冲击。今年初第2次冲击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因为我们现在想跟一篮子货币挂钩更紧密，所以我们再往那个方向再调，一调立刻又引发了全球市场的巨大的震惊啊！大家还是认为你准备对美元贬值，你贬值就说明你的经济不行，你不打自招。好，这就形成了投资信心上的巨大的问题。为什么上海股市会熔断？这2件事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这涉及到一个投资信心的问题。由于国际市场上普遍的一致的看空人民币，所以你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你的在岸的人民币汇价跟离岸的人民币的价格会拉开。这个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什么叫在岸，什么叫离岸呢？在岸就是我在站在岸上的意思啊，这就也就是中国本土的金融市场或人民币这个市场，这叫在岸。离岸呢？离岸就是我站在船上喽，我不在岸边喽，这引申成海外的人民币市场。当然在岸这个市场中问题是不大的，因为中国的金融机构有央行管着，各大金融机构啊都必须要服从指挥啊，你如果不服从指挥，我可以吊销你的执照，所以这个市场中汇率是不会失控的。但是离岸市场的问题就复杂了，离岸市场啊，这个是以前是没有的啊，关键是最近几年我们推人民币国际化，把大量的人民币放到了海外，比如说通过货币互换，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我们想把人民币送出去。希望全世界各国人民都使用人民币来这个结算、贸易结算、买东西、投资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个储备。但是人民币流出去多了之后，就会形成一个海外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比如说香港啊、新加坡、伦敦，这都是离岸人民币市场中间的最大的几个。我们以前把人民币国际化想象成人民币出去的越多越好啊，出去的越多，我们在国际市场上占的交易量越大，储备这个规模越大，这个份额越大。我们就好像这个事情做得很好。通过香港这件事情，我们已经看到这中间还是有潜在的风险。如果在人民币大规模流到海外市场的情况之下，中央银行对人民币的这个流动性是紧还是松，你的控制力是下降的。假如在伦敦或者在纽约，人家不配合你怎么办？中资机构在那儿是小头，人家的摩根大通比你大得多，或者其他的银行比你要有实力的多。你想去围剿别人，结果被人家反围剿，怎么办？这就涉及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外汇定价权有可能会逐渐转移到海外，这个问题是需要我们深思的，必须要提前想到这一点。那么结合美国它这个美元国际化的经验，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美国不是只推美元在国际储备中所占的份额，它是金融体系包括金融的机构全面跟进。首先在全世界完成了布局，美元才走出去的，这样才有人保驾护航啊。这一点是我们从香港这次汇率保卫战中要能够看到，未来如果出现类似情况，规模更大，在海外其他的城市，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啊？至少是防微杜渐，事先要做预案。那么第二个值得注意的这个一点，就是人民币未来汇率改革的这个方向啊，这个路径该怎么选择？在我看来呢，无非有3种啊。第一种呢是保守型。什么叫保守型？如果我们把人民币现在汇率改革的方向形象的做一个比喻，我们是在坐的美元这个跑车上。另外一辆是一篮子汇率的跑车，2个跑车都在以高速向前行驶。中国现在想做的事情，汇率改革的基本想法是从这个车跳到那个车，这是个跳车思路。保守型就是说，哎呀，我们跳了2次都产生这么大动荡，我们是不是就不跳了？我们继续跟美元坐在一个战车里得了，哎，这样安全，跟美元继续绑定，死死绑定，一直绑。那么这个思路啊，
肯定是有比较大的问题，你就舍不得短痛，所以未来等待你是长痛。为什么这么说呢？美元在未来一段时间内，1-2年之内，它会不断的强化，越来越强。好，你人民币如果跟它绑死之后，你就会被它拖着往上走，然后相对于其他货币会越来越高。这个时候，你的进出口贸易和整个经济会受到这个越来越严重的干扰，这就是长痛。所以这条路是既没有必要，最后也不容易实现的。第二个选择呢，就是激进和冒险型的跳车不管情况怎么样，我干脆就直接蹦到一篮子货币那个跑车上去得了，是吧？直接跟美元脱钩。可能有人会认为这叫长痛不如短痛，我一次到位，人民币出现一次性的贬值1:7，好了，到这儿截止，然后在这个价位上我就死守，这样的话我可能损失更小，我可能能够把这个汇率守得更严然后我可以向全世界表示我坚强的决心。这是这样的一个思路。这个思路对吗？表面上听起来很有道理，实际上你要分析，问题还是很大的。为什么说它问题大呢？首先，你这么做的后果是你丧失了货币政策的任何信心，没有人再相信你了。为什么？你明明声称我要保持汇率稳定，好家伙，冷不丁的一下子贬值了1:7，所有人都会被你震撼。这种震撼结果是什么？你以后说什么我都不信了。你贬到7，你就能守住吗？不一定，对吧？你跟一篮子货币能挂住吗？不一定。而你那时候进行汇率防卫战的时候，弹药就得2倍支出、3倍支出，因为大家对你没有信任感，所以你会成倍的付出代价。这就是你既没有避免短痛，同时还导致了未来的长痛，什么也没避免。第三种选择，我认为是一种谨慎的平稳过渡选择。这种选择的基本思路，形象来说，就是在2个跑车之间搭上一块木板，对吧？我一头盯紧美元，一头盯紧一篮子货币。为什么要这样做？进退有余控制风险。我在这个板上走2步，然后再倒退1步，走3步，再倒退2步。我要让市场反复的接受我这个意念，我的目的就是要过渡到一个合理的汇率这样的一个市场化的机制之下。所以你们要理解我，所以我在这个板子上进退的，让市场有个充分的接受的过程。同时，我要等待时机什么叫等待时机？如果美元涨势很猛，相对于其他货币特别强势，我这个步伐一定要放慢，我走得慢，我跟美元绑定的更紧一些。但是当美元贬值的时候，我可以一溜小跑，迅速完成这个并轨工作。美元有可能贬值吗？当然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看多美元，所以大家是坐到了船的一边，所有人都挤到船的一边，这个船还能稳定吗？这是很悬的。另外，美国政府能不能允许美元长期的这么狂涨？我认为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什么呢？美元涨势太猛，如果再保持2014年、15年这种涨法，好家伙，美国金融市场会出大问题。为什么？如果我们看美国的这个蓝筹股 S&P 的这个500这种公司，大部分公司都有海外业务，而且主要盈利是在海外。如果美元今年对别人涨20%，明年再涨20%，后年再涨20%，这些海外赚外币的公司就惨了。它一报表，好，这个因为它在美国上市嘛，一折算利润，好家伙，20%没了，第2年40%没了，第3年60%没了，那它这股票还要不要上涨不要忘记，美国是个富人说了算的国家，所有富人的身家财富全在股票和金融市场上。你要这么玩，那我们这些人怎么混？所以，政府是不会容忍美元持续不断的这么大幅上涨的。当然了，除此之外，还有美国的出口行业美国出口行业架不住你连年这么10%-20%的上涨，那我这东西还卖不卖？这会影响就业几种因素导致了美元在某个时刻将会出现下滑。下滑的时刻，这是完成汇率改革的最佳时间。也就是你不要顶风去做，当风顺过来，美元出现贬值了，汇率改革可以很快到位，这个时候就不会对市场产生太大的影响。这就是3种选择。当然了，即便是我们完成了人民币汇率的改革我们最终到位了，进入了那个货币篮子，跟它绑在一起了，这只是解决了战术问题，缓解了人民币汇率压力而已。长远问题是什么？战略问题是什么？战略问题是美元环流主导世界经济，这是一个本质问题。这一点不改变，
我们总体的形势就没有得到彻底根本性的改变。